是哪儿？陈哥哥，你可算醒了，把人家吓坏了。你谁呀？起开！我是小王啊，宋总。昨天还一口一个小甜甜，今天就装作不认识我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出去。王秘书，你先回去吧。宋总，您可算是醒了。宋总。宋叶成，27岁，星河娱乐集团掌门人，旗下涵盖直播平台、游戏研发、影视制作3大板块，市值超400亿。父亲宋怀远5年前因病退居幕后，集团交由独子全权打理。我穿越了，太荒唐了。宋总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公司有急事吗？白小姐打了17个电话，说她这个月的信用卡额度不够了，让您追加300万的附属卡，还说如果您不打钱，她今晚就不回家了。白洛熙，原主未婚妻，锦阳白家独女。白家经营建材生意，规模一般，近几年靠着跟星河集团联姻的关系，吃得盆满钵满。去年白洛熙从法国回来，身边多了个叫顾少泽的男人。原主质问过，白洛熙却只是说，他就是我在国外认识的好朋友，胆子特别小，离不开人。你一个大男人，至于跟他吃醋？哥们儿，你手握400亿，居然当舔狗？那300万不打，从今天起，所有跟白洛熙有关的电话、消息全部拦截，一个字都不要传给我。明白，宋总。还有，让财务把这几年白家从我们这儿拿走的所有东西列个清单，项目、资金、人脉、资源，一条都不许漏。明天上午放我桌上。是。袁主帅是真帅，瞎也是真瞎。赵恒，出院，回公司。宋总，医生说您至少要住院观察2天。不用，从现在开始，没有什么比清账更重要。变了，宋总彻底变了，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宋总。当总裁的感觉也太爽了。宋总，财务部加班一整夜整理出来的，白家这3年从集团拿走的东西全在这儿了。4.7个亿，白家自己的建材生意一年流水才多少？不到3个亿。哼！通知法务部重新审核所有与白氏建材的合作协议，有漏洞的直接发律师函，能终止的全部终止。那笔8000万的担保贷款，走法律程序追偿。影视基地的建材供应商今天开始公开招标，白家不在邀标名单上。直播平台的推荐位，白洛熙那个美妆品牌即刻下架。拖欠的推广费按市场价补齐，不补就起诉，明白？还有，这个拿去拍卖行估价，能回多少回多少。宋总，白小姐那边已经打了32个电话了。接吧。叶成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为什么冻结信用卡？我现在在商场结不了账，特别丢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赶紧打钱过来，不然我真生气了。还有你让人拦我电话是怎么回事？给你3分钟，3分钟不回电话，你等着。他提到结不了账，对吧？是的。那张附属卡注销，直接注销。她又不是我老婆，凭什么花我的钱？哪条法律规定未婚妻可以无限额刷未婚夫的信用卡？宋总终于开智了。什么事？叶成啊，洛熙刚给我打电话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说你动了他的卡。情侣之间闹脾气很正常嘛，伯父理解你工作压力大。但洛熙那孩子就是嘴硬心软，你大人大量让让他。白伯父，我让助理发一份文件到您邮箱，您先看完，我们再聊。什么文件？白家这3年从星河拿走的每一分钱、每一份资源的明细，4.7个亿。白伯父，您觉得这笔账该怎么算？叶成，这些都是2家人合作的正常往来。你妈妈在的时候就说过，2家不分彼此。
还有那8000万担保贷款，我给您1个月的时间，还不上的话，法院见。宋总，白家若是找到董事长那边，我爸那边我会亲自沟通。你再替我安排一件事，把我名下登记在白洛西可使用范围内的资产全部收回，车房卡会员一项不留。是，宋总。宋总，方便见一面吗？有件事想当面跟您解释清楚。我还没去找你，你倒是自己先找上来了。宋总，有位顾先生说跟您约好了，没有预约记录，他坚持要上来。让他上来，把录音设备打开，放在茶几上。是，宋总。宋总，冒昧打扰了。我知道您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不该这时候来打扰的，但怕误会拖久了越来越深，所以……坐。多谢。宋总，我今天来就是想把话说清楚，我跟洛西之间只是朋友。我在国内没什么亲人，洛西在法国那会儿帮过我很多忙，我一直拿她当亲姐姐看待。网上那些照片都是被人恶意曲解的。你在法国读的什么学校？巴黎高等商学院，交换生项目。交换生项目持续多久？半年。半年的交换生回国3年了，还离不开一个姐姐的庇护。你今年多大？26岁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来源，住在洛西名下的公寓里，开着他送的车，穿着他买的衣服，而他的钱是从我卡上刷的。所以严格来说，你这3年的吃穿用度都是我买的单。宋总，这里面有些误会。你手上那块表，万国补汤菲诺，公价4万8，上个月洛西在我卡上刷了5万2，备注写的护肤品，日期对得上。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这也是误会。宋总，您要是对我有意见，我可以搬出那间公寓，把车还回来。但洛西姐姐她……你可以搬，事实上你必须搬。那间公寓今天下午就会被收回来，因为它登记在我的名下。那辆车也一样，行驶证登记的所有人事物，你现在住的、开的、用的，没有一样东西属于白洛西，全是我的。宋总，您这样做，洛西姐姐会很伤心的。她伤不伤心跟我没关系，我关心的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坐在这儿跟我谈条件。你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没有资产，甚至连这身衣服的钱都是我间接出的。你坐在我的办公室里，替我的未婚妻求情，用的是我的钱养出来的底气，你不觉得这画面荒唐吗？宋总，我知道您对我有意见，但我对洛西绝对没有非分之想。如果您执意要这样做，我只能……你只能什么？打电话给白洛西哭诉，让他来找我闹。然后我心软，你继续住着我的房子，开着我的车，这套流程走了多少遍了？你不腻吗？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今天之内搬出公寓，退还所有我出钱购买的东西，包括那块表。从此以后，你跟白洛西之间的事我不管，但不许再花我1分钱。第二，你什么都不退，我让律师按盗窃罪和诈骗罪的方向去整理材料。白洛西刷我的卡给你买东西，他是盗刷，你是销赃，金额已经达到可以走法律程序的标准。你觉得相关机构会置之不理吗？你这是威胁！这是告知，选择都不给你才是威胁。我现在给了你2条路，已经很客气了。我搬，东西我会还，慢走不送。赵恒会跟你对接兑换清单，少一样东西我都会走法律程序，不会再提前通知。宋总，都录下来了。备份3份，法务部存1份，我这留1份，云端传1份。这种人不会老实的，录音早晚用得上。有话就说。宋总，白小姐那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顾少泽搬走的消息传到她耳朵里，她一定会来找我。她会哭，会闹，会搬出我妈的遗愿来道德绑架我。不过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宋野成了，他这一套对我没有用。让他来，该说的话当面说清楚，一次说完。
宋总，白小姐在1楼大厅，保安拦不住，她说再不让上来就报警，说我们非法拘禁。让她上来，别在大厅丢人。宋叶城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动我的卡？为什么收回公寓？为什么逼少泽搬走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赵恒，给白小姐倒杯水，站着说话累。我不喝水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你的问题我可以一个一个回答，但你得先坐下来。你站着喘气，影响我办公室空气。宋叶城，你别欺人太甚。第一，动卡，那张附属卡3年累计消费1600万，其中转赠给第三方的消费超过400万。第三方是谁你自己清楚。这张卡已经注销了，不可能恢复。第二，公寓，那套公寓产权在我名下，你跟顾少泽住在里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。现在顾少泽已经同意搬走，公寓会在本周内完成清理和索性更换。那是你说给我住的，你亲口说的，那套房子就当是给我的。口头承诺不具备产权转移效应，法律上那套房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如果觉得不公平，可以请律师和我的法务谈。第三，顾少泽，我不管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，朋友也好，别的也好，那是你的私事。但从今天起，他不能再花我1分钱，这个底线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你凭什么管我的朋友？宋叶城，我跟你在一起5年了，你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。你生病一次怀就变成这样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清醒了。你清醒了？你的意思是你以前都是犯糊涂？那你对我的好全是假的，你说爱我也是假的。以前的事我没办法回答，但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这是解除婚约的协议，我让律师今天下午拟的，条款很简单，双方自愿解除婚约，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，白家退还所有不合理获取的星河资源，限期3个月。你要跟我解除婚约？对。你敢？这是你妈临终前定下的婚约，你对得起她吗？你忘了她怎么嘱咐你的了？她说过让你一辈子对我好的。我妈让我对你好，没让我对你跪着。协议你可以带回去看，找律师审也行。签字的截止日期写在最后一页。过了期限，我会通过法律途径单方面推进。宋叶城，你会后悔的。宋总，他没拿那份协议。我知道，他回去会先给白建功打电话，白建功会先骂他不争气，然后2个人一起研究怎么挽回局面。最晚明天，白建功就会亲自上门来谈。您怎么知道？因为白家离开星河活不下去，白建功也是生意人，他比他女儿清醒得多，他不会让白洛西的脾气毁掉全家的饭碗。我记得原主还开发过一个项目，代号深渊。赵恒，去把深渊项目资料拿过来。是。宋总，这是所有的资料，您过目。让陆彦青来我办公室。宋总，找我。坐。深渊的进度我看了，说说怎么回事。宋总，研发不是砸钱就能催出来的，规格没先例，战斗系统重写了3遍。宋总，游戏研发跟拍电影不一样，不是砸钱就能催出来的。深渊的技术规格在国内没有先例，引擎是自研的，战斗系统从底层重写了3遍，美术资产的精度对标虚幻5级别，这些东西需要时间。3遍，系统重写了3遍，每次重写的原因是什么？第1遍是手感不对，第2遍是跟关卡设计冲突，第3遍是团队换了一批新人，代码风格不统一，只能推翻重来。团队换人是谁的决定？我的。
之前那批程序员能力不够，跟不上技术要求，我只能换。换掉了多少人？前后加起来大概40个。陆总监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深渊这个项目，你心里的完成标准是什么？国际一流标准。我做了12年游戏，一直在等一个机会，做真正能拿得出手的作品。深渊是我的心血，我不接受任何妥协。不接受妥协。116的预算烧完了，进度不到40%，核心系统推翻了3次，团队流失率超过50%，你管这叫不妥协？宋总，做精品就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如果公司只想赚快钱，大可以去做换皮手游，1个月上线一款，流水高得很。但那种东西配叫游戏吗？你偷换概念了。我没说要做换皮手游，我在问你116的投入，18个月的工期，40个人的离职，换来一个完成度不到40%的半成品，这笔账你怎么交代？宋总，您不做研发，有些事情您可能不太我了解。战斗系统第1遍重写的时候，原型已经通过了内部评审，手感评分7.2。你在评审会后第3天推翻了方案，理由是不够经验。第2遍重写完成后，你让关卡组按照新系统重新设计了36个副本，耗时4个月。然后你把战斗系统又推翻了，理由是跟我脑子里想的不一样。你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，你自己都说不清楚。你不是在做精品，你是在拿公司的钱反复验证自己的直觉。验证失败了就换人，推翻重来，成本全部由公司承担。宋总，如果您觉得我不行，可以换人，但深渊离了我，没有人接得住。陆总监，你去过测试组吗？什么？深渊现有的37%成品，测试组出过几轮报告？3轮。3轮报告里标注的 A 级 bug 有多少个？117个，39个跟战斗系统相关，22个导致崩溃，你连稳定性都做不到。从今天开始，深渊项目暂停一切新功能开发，全员转入 bug 修复和优化。战斗系统以第2版为基准，不再推翻。关卡冻结当前版本，只做平衡性调整。3个月内我要看到一个可以进行完整体验的试玩 demo， 做不到的话，项目砍掉。你有24小时考虑。宋总，陆彦清在公司根基很深，技术部有1半人是他带出来的。如果他撂挑子，他不会，他舍不得深渊。一个把项目推翻3遍都不肯放手的人，你让他主动砍掉自己的孩子，他做不到。白建功定了明天上午10点的拜访，说要当面谈。来得正好，内忧外患一块儿解决。宋总，白建功的车10分钟前进了地下车库，跟他一起的还有白洛西以及一个没见过的中年男人，像是律师。律师？看来白建功比我想的聪明。要不要让法务部的人也过来？不用，今天不谈判，只通知。法务来了反而显得我有求于他。请进。叶城啊，身体好些了没有？哎，你这一倒下，可把洛西吓坏了，他昨晚哭了一宿。白伯父，请坐。叶城，伯父今天来主要是2件事儿。第一，洛西的事儿，2个人在一起5年了，感情基础在那儿摆着，闹点小矛盾正常，但不能因为一时冲动就把婚约说退就退，你说是不是？呵呵。第二，你让人发来的那些文件，伯父看了。说句实话，伯父看完也很震惊。那些数字是怎么来的？我回去查了，有些是下面人操作不规范，有些是洛西年轻不懂事乱花钱，但这些都可以谈，都可以解决，没必要走到法律那一步。白伯父，您先说说怎么解决。我的想法是这样：第一，洛西那张附属卡可以取消，这个没问题，花钱是要有个度，但零花钱的事儿好商量。你每个月给他转一笔固定的，50万、80万都行，
由他自己支配。第二，那8000万的担保贷款，白氏建材这边周转确实有点紧，你看能不能宽限到1年，利息照付，1分不少。第三，影视基地的供应商招标，白氏可以参与竞争，但希望星河能给个优先匹配权，毕竟2家这么多年关系。白伯父，您可能没听清楚我昨天在电话里说的，我提的要求不是谈判起点，是最终方案，解除婚约，退还资产，追偿贷款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叶城，你这话说的太绝了吧！我跟你父亲20年的交情，你母亲走之前叫你照顾好洛熙，你现在说翻脸就翻脸，你父亲知道吗？我说过，我爸那边我会自己去说。你说了吗？你跟你爸提过要解除婚约的事吗？白伯父，您是不是觉得只要搬出我爸，我就会心软，或者搬出我妈的遗愿，我就会愧疚？还是觉得只要白洛熙哭一场，我就会像以前一样道歉、转账、买包，然后一切照旧？以前那个宋叶成不存在了，前天晚上死在圣安医院的手术台上，差一点没抢救过来。您知道他为什么倒下的吗？连续3天没合眼的加班，再加上没日没夜的精神内耗。谁让他精神内耗的？您女儿。谁把她的身体拖垮的？您全家。叶城，4.7个亿。白伯父，您做建材生意，1年流水不到3个亿，净利润撑死3000万，3年4.7个亿，相当于白家60年的利润。您觉得这笔钱，我该不该要回来？那8000万的担保贷款，我给您1个月，还不上，法院见。影视基地的供应商招标，白氏不在要标名单上，直播平台的推荐位已经下架，拖欠的推广费2400万，法务部已经发了催收函。至于婚约，这是我让法务部重新拟的版本，比昨天那份更详细。白小姐，这次请务必带走。你要我退还这5年所有的礼物，包括你妈妈留给我的那套翡翠首饰。那套首饰是我母亲生前赠予你的，属于附条件赠与，条件是你跟我保持婚约关系。现在婚约解除，赠与的基础不存在了，依法应当返还。那是你妈妈留给我的念想，你连这个都要收回去，你还是人吗？我母亲留给你的念想，你去年把她带去参加了顾少泽的生日宴，晚上喝醉了弄丢了一只耳坠，到现在都没找回来，你管这叫念想？宋叶成，你今天做的这些事，我会原原本本的告诉你父亲，我倒要看看宋怀远是不是跟你一样六亲不认。您尽管去说。赵恒，送客。白总，白小姐，请。宋总，白建功真的会去找老爷子吗？会，而且已经在路上了。那您……爸，是我。您今天在家吗？我过去一趟，有件事要跟您当面说。白建功刚给我打完电话，说你把他闺女欺负哭了。你来吧，正好我也想听听你怎么说。赵恒，备车。宋总，我在外面等您。少爷，老爷在书房等您，白先生和白小姐也在。哼，来的倒是比我快。爸，我来了。叶成，你白伯父把事跟我说了，你自己说，怎么回事？华眼兄，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叶成这孩子不知道听了谁的蛊惑，突然要解除婚约，还要冻结洛熙的卡，收回房子，起诉白氏建材，连留给洛熙的那套翡翠首饰都要回去。老白，让我儿子说。爸，我先问您一个问题。您当年把星河交给我的时候，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公司的事你说了算，爸爸不插手，您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那我现在再问您一句，这句话还算数吗？算数。好，这里面是白家过去3年从星河集团获取的全部利益明细，总计4.7亿元，
每一笔都有据可查，合同、发票、转账记录、审批单据全部扫描存档。这是法务部拟定的资产追偿方案，包括解除婚约、追回赠与财产、终止所有合作关系、追讨8000万担保贷款。所有条款都基于现行法律法规，经得起任何形式的审查。爸，您可以看，也可以找人查。如果这里面有任何一条是不合理的、不合法的，我立刻撤销。但如果没有，我希望您支持我的决定。叶成，你过来。我这儿子终于开窍了，老夫甚是欣慰啊。老白，叶成说的这些有没有冤枉你们？华远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20年的交情。我问的是事实，不是交情。叶成说的那些数字是不是真的？4.7个亿，白家从星河拿走的有没有这么多？宋伯伯，你也这样对我吗？我妈走之前把我托付给您的，您说过会把我当亲闺女疼的。洛曦，伯伯是把你当亲闺女疼过，但你摸着良心说，叶成对你怎么样？你要什么他给什么，你闹什么他忍什么。你把那个姓顾的小子带在身边3年，叶成说过一句重话没有？他没有，他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忍着，最后把自己忍进了医院。你告诉我，一个快30岁的男人心脏差到差点抢救不过来，这正常吗？老白，我宋怀元这辈子做过最错误的决定，就是把儿子许配给你女儿。不是因为洛曦不好，是因为你们白家太贪。好，宋怀远，你狠！宋叶成，你记住今天，你会后悔的。我这儿子怎么突然就开窍了？你什么时候学会看财务报表的？还有那些法务条款，你以前连合同都懒得看，全扔给法务部。这份资产追偿方案写的比你公司任何一个律师都严密，谁教你的？在医院躺了2天，想明白了很多事。以前太依赖别人了，觉得有钱就行了，什么都不用自己操心。结果呢，被人当傻子耍了3年都不知道。你能想明白就好。叶成，你妈走得早，我这20年又当爹又当妈，总怕你受委屈，什么事都替你挡着。后来发现挡得太多了，你反而长不大。这次的事你自己处理，处理好了，星河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处理不好，就当交学费了。400亿的学费，够你学一辈子的。爸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你手上的戒指什么时候换的？前天。以前那个呢？扔了。没事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宋总，怎么样？搞定了。宋总，顾少泽今天上午搬出了公寓，但他在搬走之前，从公寓里拿走了一个保险箱，保险箱里装的是您跟白小姐的一些私人物品和文件。原主的记忆里确实有一个保险箱，嵌在白洛曦那间公寓主卧的衣柜后面，密码是白洛曦的生日，里面放着的东西不多，但有几份文件，星河娱乐未来3年的战略规划书。你是谁？宋总，我叫林宇，是星河游戏的测试工程师。保险箱的事是我亲眼看见的。顾少泽搬走的时候叫了一个拉货车，把保险箱搬上了车。你怎么知道保险箱里装的是什么？因为那个保险箱的密码我试出来了，在顾少泽搬走之前我打开看过，里面的东西，宋总，您最好亲自来确认一下。你在哪儿？星河游戏研发中心地下2层测试间。等我，20分钟到。去研发中心，快点！赵恒，一会儿通知信息安全部，今晚之前所有跟战略规划书相关的系统权限全部重置，密钥全部更换。法务部吗？帮我起草一份针对顾少泽的临时禁令申请，理由涉嫌窃取商业机密，明天一早我要看到。林宇，宋总，坐，说。这是我在那个保险箱里拍到的东西，宋总，您先看这个。这份合同是假的，是真的，但签约方是新辰科技，注册在开曼，
法人张建国是白氏建材的人，白氏建材的项目经理注册了一家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，然后用这份假的战略合作备忘录，难道是？没错，用来骗投资。这份备忘录的日期是去年3月，正好是星河娱乐 B 轮融资的尽调期。如果有人拿着这份备忘录给投资人看，投资人会以为星河跟星辰达成了合作。还有，这个更离谱，我没签过这份协议。我知道，签名是伪造的，不经过专业鉴定，一般人看不出来。还有多少？保险箱里一共拍了47张照片，涉及的文件有10几份。这个是星河影视跟白氏建材的补充协议，把建材采购价又压低了15%，没有任何人审批。这个是星河直播平台跟白洛熙美妆品牌的独家排碳协议，为期5年，违约金设定了3个亿。你怎么打开保险柜的？宋总，您先别问这个，您只需要知道我是在顾少泽搬走之前打开保险箱的，并且把所有文件都拍了照。顾少泽搬走的时候，保险箱里只剩下一些不重要的私人物品，都在这里了。原件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些？因为我是星河游戏的测试工程师，我在这家公司干了3年，看着深渊项目从一个牛逼的想法变成一坨屎，看着2亿预算被烧成灰，看着白家横行霸道。宋总，我知道您可能不记得我。去年11月，一轮内测，我交了87页报告，列出了81个问题。陆燕青说我不懂艺术。您知道吗，宋总？那天晚上我在测试间里哭了一场，不是因为被骂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项目这样下去，星河游戏会完蛋，我会失业，我所有的同事都会失业，而我提交的那份报告是唯一能救这个项目的东西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光写报告没用，得有证据，所以我开始留意白家的事，留意陆燕青的事，一点一点的试。保险箱的密码是我花了3个月试出来的，白洛熙的生日，宋总的生日，各种纪念日一个一个试，最后试出来的是6个0。您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懒。一个连附属卡密码都设成6个0的人，保险箱密码能有多复杂？确实，林宇，你做的这些事足够让白家所有人进监狱，也足够让陆燕青滚出星河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被发现了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想过，所以我只跟您一个人说。以前的宋总我不敢信，但现在的宋总，您不一样了。您今天早上让陆燕青整改深渊项目的那套方案，我在测试间里看到了。战斗系统以第2版为基准修复，关卡设计冻结当前版本，3个月内出示完 demo。宋总，这套方案完全正确，第2版系统才是唯一能救深渊的版本，后面2版都是陆燕青在瞎搞。你今年多大？26。深渊项目需要一个新的技术总监，陆燕青的位置归你了，但我有条件，3个月 ，bug 要降到100以下 ，demo 一样跑通全流程，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坐下。还有一件事，顾少泽搬走的那个保险箱里面现在只剩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，对吧？对，重要的原件都在您手上了，那就不急着动它。让他以为他拿到了重要的东西，让他去找买家，让他把网撒得更大一点。您要引蛇出洞？白家、顾少泽，我要一并解决所有恩怨。你是我的线人，只对我一个人负责，没我的允许，不许告诉任何人。明白，宋总。还有，以后不用叫我宋总。那叫什么？成哥。3个月内，我要让这个项目活过来。稍等。不出所料，陆燕青坚持自己的理念。宋总，我在星河游戏干了12年，从基层程序员一路做到制作人，每一个项目都是我的心血。深渊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之作，我不允许任何人用商业化的逻辑来阉割它的艺术价值。如果您坚持要按您的外行方案来执行，我选择辞职。附件是我的离职申请，请批准。
会议暂停10分钟。陆总监，邮件我看了。宋总，我的决定不会改变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打电话来不是要劝你留下，我是要告诉你一件事：深渊项目的新技术总监，我已经有人选了。谁？林宇。那个测试组的宋总，您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林宇连正经的游戏开发都没做过，他就是一个测试员，他懂什么叫游戏设计吗？他不懂游戏设计，但他懂游戏测试。深渊项目37%的完成度，117个 A 级 bug， 其中39个跟战斗系统直接相关，22个会导致客户端崩溃。陆总监，您告诉我，这些数据是谁统计出来的？是林宇，他提交的那份87页的测试报告被您当着全组的面扔进了垃圾桶。宋总，您这是要架空我？我没有架空你，是你自己选择离开。你的离职申请我批准了 ，HR 会跟你对接离职流程。竞业协议按照合同执行，离职后1年内不能入职任何游戏公司。您的股份期权按工商征撤处理，该给的1分不少。宋叶成，你知不知道我的人脉？我走，技术部一半人会走。我知道 ，HR 已备好留任方案，愿意留下的，薪资普调15%。想跟你走的我不拦，但是竞业协议同样适用。他们离职后也不能去任何竞品公司。宋叶成，你会后悔的。今天已经有2个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了。白建功说我会后悔，白洛西说我会后悔，现在你也说我会后悔。但陆总监，您猜怎么着？我一点都不后悔。宋总，陆彦清如果真的带走一半人，深渊项目他不会。陆彦清最大的弱点是自负，他觉得自己不可或缺，他越这么想就越不会走，因为他要等着看深渊项目完蛋。那万一他真带人走了呢？那就更好了。一个靠个人魅力维系，离了一个人就要散架的团队，早死早超生。宋总，刚才说到白氏建材那8000万担保贷款的追偿方案，继续按法律程序走，1个月期限，到期不还就起诉。同时启动对白氏建材的资产调查，查清楚他们家到底还有多少资产可以用来抵债。还有，从今天开始，星河集团所有跟白家有关联的业务全部切断，白家的人不允许进入星河任何办公场所，白家的电话、邮件全部过滤。我不想再听到白家这2个字。明白，宋总。顾少泽今天下午跟一个叫老钱的人在咖啡厅见面，聊了40分钟。老钱的身份我不确定，但看动作像是在谈一份很有价值的商业文件。鱼开始咬钩了，继续盯着，不要打草惊蛇。顾少泽接触的每一个人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要知道。继续。你看了吗？星河娱乐这真过分，这不就是大企业欺压吗？宋总，白建功出手了，这则声明明显是冲着舆论来的。他想把商业纠纷包装成大企业欺压小企业的道德问题，煽动公众情绪。写得不错，公关团队至少花了3天时间打磨这篇稿子，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设计，全是情感引爆点。白建功请的公关公司水平可以。宋总，现在不是夸他们的时候，舆论已经开始发酵了，网上已经有人开始骂星河仗势欺人了。让他们骂。赵恒，你知道白建功为什么选今天发声明吗？因为今天是周五。对，周五下午发负面新闻，公关团队周末不上班，回应慢了会被说傲慢，回应快了又容易出错，这是舆论战的基本套路。那我们周一再回应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白建功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我立刻跳出来反驳，越激烈越好，这样他就可以把水搅浑，把简单的商业纠纷变成一场无休止的口水战。但有一件事可以现在就做，让法务部起草一份律师函，不是给白建功的，是给那几家转载声明的媒体，态度要明确，造谣诽谤，后果自负。明白。第三，白洛西女士与星河集团前董事长之子宋叶成的婚约已解除，双方不存在任何亲属关系，星河集团对白氏建材没有任何道义上的责任。宋总，这些数据公布出去，白建功的脸可就丢光了。他既然选择打舆论战，就要做好被反噬的准备。还有一件事，顾少泽那边有进展吗？林宇传来消息，
那个老钱很可能是白剑公请的中间人，专门负责帮白家找买家接手那份假合同和伪造的股权转让协议。目前接触了2家潜在买家，一家是星辰科技，另一家是天恒资本。盯紧，让林宇想办法拿到顾少泽和天恒资本接触的证据。让林宇今晚来我办公室，带上他所有的证据。另外，让信息安全部的负责人也来。林宇，下周一开始你正式调任深渊项目技术总监。第一，把测试组的编制从12人扩张到30人，招聘你信得过的人。第二，深渊项目所有新功能的开发全部暂停，现有版本的3轮完整测试，每一轮都要出报告，我要亲自审。收到，沈哥。宋总，公关部的回应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您最后确认。舆情怎么样了？持续发酵。白建功的公开信周末2天被转载了300多次，热搜上了2个。意料之中。那我们的回应发，9点整，准时发布。所有渠道准备就绪，等待指令。动手。星河娱乐的正式声明发出来了。白洛曦从星河拿了这么多好处，婚约都取消了，这下白家彻底完了。宋总，现在舆论已经完全倒向我们了。白建功的公开信被网友做成了表情包，白洛曦的社交账号已经设为私密了，顾少泽的社交账号直接注销了。别高兴太早，白建功不是那种会被舆论打垮的人，公开信只是他的第一张牌，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。顾少泽那边有消息吗？林宇说顾少泽今天上午又跟老钱见了一面，这次见面的地点是在白氏建材的办公室，老钱的身份基本可以确定了。天恒资本那边呢？还没有直接接触，但林宇说顾少泽昨天下午在咖啡厅打了一个电话，提到了天恒2个字，具体内容没听清。让林宇继续盯。另外，让信息安全部调出所有战略规划书相关的系统日记，查一下过去半年有没有异常的访问记录。如果有人试图窃取星河的核心机密，一定会留下痕迹。还有，准备一份材料，把所有跟白家有关的证据整理成册，一式3份，一份给法务部，一份给我，另一份寄给白建功。寄给他？对，让他知道他手里那些筹码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星河开盘居然跌了 1.2%， 看来声明没起作用啊。不，很快反弹了，收盘竟然还涨了 0.8%， 星河稳住了。都是你！我早就说了不要跟星河翻脸，你非要去发那封公开信。现在好了，全网都在骂我，我的品牌完蛋了，我的人生完蛋了。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养着那个姓顾的小白脸，天天刷宋叶城的卡给他买东西，会有今天这出？你当宋叶城是傻子？他什么都知道。他以前明明什么都能忍的。都是你，非要去搞什么担保贷款，非要去签那些合同，你太贪了。我贪是为了谁？为了你这个败家女儿。你以为你那套公寓、那辆车、那些包是哪儿来的？你以为你的美妆品牌能活到现在是靠谁？没有我，你早被宋叶城甩了800回了。说，白总，顾少泽那边出了点状况，他今天下午去拿那个保险箱里的东西，发现里面最重要的几份文件不见了，只剩一些没用的私人物品。什么？顾少说他搬走那天明明检查过，所有文件都在保险箱里，但今天下午他去取的时候，发现少了至少7、8份核心文件，包括那份战略合作备忘录和股权转让协议。谁干的？不知道。顾少泽说他怀疑是宋叶城的人，因为那间公寓的产权在宋叶城名下，他随时可以让人进去。老钱，你现在立刻去找顾少泽，让他把剩下的所有文件全部销毁，一片纸都不要留。已经让他做了。但白总，如果宋叶城真的拿到了那些文件，他为什么不直接报警？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动静？因为他想钓鱼，他想看看我们还有没有别的底牌，他想把整个网都拉起来，一条鱼都不放过。白总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撤，把能撤的都撤了，能销毁的都销毁。从今天起，白家跟星河一刀两断。
那8000万的担保贷款呢？还，砸锅卖铁也要还。告诉宋叶成，1个月之内8000万一分不少的还给他。白总，我们的现金流。把白氏建材在城南的那块地卖了，那块地是我们最后的家底，本来想留给洛西当嫁妆的。明白。白建功终究是自作自受，贪心算计一辈子，靠着联姻啃食星河，到头来落得家底变卖，颜面尽失。